婚后5年，老公终于答应去我家过年。为让他和爸妈和平相处，我提前1个月准备礼物，挑选衣服，各种补品更是不要钱似的往他面前送。老公照单全收，却在接了个电话后，一脚刹车停在高速上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后备箱有故障，你下去看看。故障？好，我看看。老公，别闹了，快让我上去！沈家小姐临时改了会议时间，我急着去送策划，你在这儿等我回来。反正去你家也是浪费时间。沈念威，我这么做也是怕你闹事，你理解一下。安排人来接我，顺便跟上我老公的车。我要看看究竟是谁敢在除夕夜顶着我的名号约我老公。小姐冻坏了吧？快上车！不是说好回家过年吗？怎么闹出这么大阵仗？那位又和你吵架了？不是吵架。那就好，老爷好容易才消气，这个节骨眼可不能出问题。是出轨。小姐，咬住了。海边。沈家做生意的规矩，从来没有在海边谈合同的习惯。宋城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沈念威，你有完没完？自己没工作就别打扰我们办正事了，行吗？这艘游轮，记得是爸妈当年送我的18岁成人礼吧？抱歉，这位女士，沈小姐家宴，外人禁止入内。你说谁是外人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沈家只有一位沈小姐，就是你面前的沈念威。可是经理交代过。经理，我是沈氏特助，给我叫这片海滩的负责人立刻滚过来。小沈总，误会，这绝对都是误会。我们也是刚得到消息，说小沈总今天要在这条船上办家宴，我们哪里敢细打听啊？您放心，我这就让游轮停下，我马上亲自带人上去严查船上所有可疑人员。别声张，也别对外透露我的身份，我倒要亲自看看，到底是谁在这船上敢这么胆大包天。沈念伟，谁准你进来的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！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居然敢跑到小沈总的船上闹事！沈念威，赶紧给沈总道歉，然后立刻滚下去！大过年的，我老公不和我回家过年，反倒带着全家人跑来参加外人的家宴。公公、婆婆，你们2位不打算给我解释解释吗？解释？哼！沈念威，你一个穷酸，凭什么跑到我们的地盘上要解释？就是说呢，你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、什么立场要解释？赶紧滚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把你扔到海里去！宋城呢？我要见宋城！嚷嚷什么？你找我们儿子干什么？再敢喊，我们可要报警抓你！小姐，这就是你抛家舍业也要帮助的公婆？少胡扯！凭他哪配叫小姐？世界上的千金小姐只有一位，就是我们沈家千金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得上我的船？这张脸，我无比确信自己一定见过此人，可具体是谁，为什么想不起来？我是宋城的妻子，来找我老公，有什么问题？你嚣张什么？前妻罢了。离婚证？这不可能！我和宋城感情很好，没离过婚。聂威，我认识了大老板，你在这几张书上签个名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原来那么久之前，他便单方面和我做了离婚的决定，利用我的信任，让我在白纸上签字。宋城，你
你竟然背叛我到这种地步！宋城，你给我出来说清楚！敢在我沈西一的船上打我，你们活腻歪了！给我打！小心！李特助，抓紧我！这一出风浪劫，掉下去可就没命了！表姐，你甭管我了，上去收拾他们！李特助，他是打小跟着我长大的。当年我为了宋城，不惜和家里闹害，甚至断绝关系。沈家上下只有他，宁可舍弃前程也要陪着我吃苦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他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。既然这位前妻如此赏光，那我决定把订婚宴提前到今天。宋城前妻是吧？今天我就让你挂在这里，亲眼看着你老公叫我老婆，怎么样？聂温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今天心情很好，决定现场和你订婚。可是这船上有东西煞风景，宋城，如果你能把脏东西去掉，我会更高兴的。聂薇，对不起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就最后帮我一次吧。姐妹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我们有钱人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贱货，你给我住手！沈依依是假货，沈念威才是沈家继承人。他为了你抛家舍业这么多年，今年好不容易才说服老爷太太接受你，你别听沈依依的，拉我们上去。沈念威是什么背景，我比你清楚。沈念威，我还以为你是怎么招惹人家了，原来是跑到人家地盘来装逼，怪不得他要弄死你，真是活该。宋城，我找了5年，却无法从你的盟主处哪怕一丝的不忍。原来我爱了5年的男人，竟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好了，捞上来吧。在我被拉上来的那一瞬间，心里先是猛地一松，接着又是一紧，这畜生一定没安好心。李特助，别以为你姓沈就能冒用我的身份，我现在就喊人来弄死你个假货！假货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我要是假货，怎么能有这些照片？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。我爸妈一向深居简出，连顶级豪门的邀约都不爱去，更不爱和人交际。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私人合照？只有我，此刻彻底傻在了原地。你说我是假的，我已经证明自己了。你呢？手机呢？我的手机呢？爸妈的电话，我得给他们打电话，叫他们过来。一定是刚才在护栏边救李特助的时候，手机甩出去了。有本事你现在打视频给我爸，让他认认谁是真的。手下败将还想狡辩？我爸妈忙着呢，哪里会因为你离谱的理由浪费时间？你在我船上闹事，我必须出了这口气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做了4年保姆，亲手养大的就是我的女儿。这怎么可能？当初怀孕生子，每一个日夜都是我自己熬过来的。就算宋城出轨，可我是个女人，我怀的怎么可能是沈依依的孩子？没错，当年依依要立单身人设，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怀孕，所以我就用她的孩子换走了你的孩子。那我女儿呢？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你吼什么？你女儿送福利院了。他娘的，你个傻老娘！你这是打沈家的脸！给我按好了，
我现在就剁了他打我的手！罗兰被撞停了，是沈氏董事长的专机，沈董来了。把这两个闹事的给我关到仓库里去，别让我爸妈看到。蠢货，都怪你，搅和了我的订婚宴，我饶不了你。妈妈，飞机上的是我姥姥姥爷吗？他们是来找我认祖归宗的吗？今后我就是沈家的小公主了，是吗？我只是临时起事在这船上设宴，根本没通知那老两口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出动这么大的阵仗？难道是事情败露了？可能是爸妈想我了，来陪我一起过年。那太好了，依依，你刚才说了订婚宴提前，正巧我全家都在，这不巧了吗？我一定要在你爸妈面前好好表现表现。真会触眉头。伯父伯母好，我是你们女儿的老公。他们当然知道宋城，毕竟当年为了嫁给这个男人，我曾用绝食跳楼各种办法逼迫他们。宋城这张脸化成灰，他们都记得。宝贝，快叫姥姥姥爷！奶奶好，爷爷好。哎呀，亲家公亲家母，可算见着面了。这一路累坏了吧？快上座歇歇，咱们这一家人啊，可算团聚了。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我女儿呢？爸妈，我这不是在这儿吗？混账！老爷太太来找亲生女儿，有你什么事？沈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沈家的继承人吗？继承人？我不过是资助你上学，让你在沈家工作，你竟敢在外面谎称自己是继承人。沈依依，如果你好日子过够了，我可以让你回到贫民窟里去。不是故意的，沈总，只是沈家那些员工不服我，为了撑场面，咱就撒了谎，我自己真没想冒用身份啊！沈依依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竟敢骗我！沈总，老爷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求您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我女儿沈念薇呢？沈念薇，你是说你们的女儿是沈念薇？沈念薇才是沈家千金。宋城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么多年，你连自己老婆的身份都没弄清楚吗？说，我女儿到底在哪里？真的假的？这反转也太大了！宋家这次怕是踢到铁板了。瞧瞧，之前还仗着这个身份耀武扬威，现在也是毕露了，原形毕露了。这就跳梁小丑，报应。看好仓库，死守大门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沈家的人发现沈念薇。明白，沈小姐，大门绝不放行。这女人也太惨了，宋家下手真狠。嘘，别乱说，少管闲事。咱们拿钱办事，看好人就行。方才登船，我闻到淡淡的血腥味。这艘船今晚设宴，宾客皆是体面人士，何来血腥之气？伯母，您多虑了。今日船上后厨宰杀海鲜，许是海鲜的血气飘了上来。过年宴席难免沾染血腥味。今晚压根儿没啥鲜活海鲜，全是用现成的，纯属瞎扯。沈念薇竟然是真正的沈家千金，那我这些年的算计，我的忍耐，我拼了命想攀附沈依依的举动，到底算什么？
全是笑话，全完了。伯父伯母，依依说的没错，今晚船上食材繁多，有血腥味再正常不过。船上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异常，二位不必多虑。是吗？这宋城简直是自寻死路，沈总的雷霆手段，他怕是还没见过。是啊，是啊，沈家老爷太太，我们一家人都在船上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船上除了我们依依小姐，还有船上的工作人员，再没有外人了。唉，念为他嫌弃海上风大，天气寒冷，方才半路上就闹着要下车，估摸着是自己打车回城里民宿休息了。那孩子性子执拗，脾气古怪，我们一家人根本拦不住啊！我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我不惜掏空心思孝敬了5年的公婆。我省吃俭用给他们买名牌，令床前贴身伺候，换来的却是这种时候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只为了掩盖他们施暴作恶的丑陋事实，简直荒谬透顶。明明是被他们亲手关起来了，还睁眼说瞎话，这当长辈的也太狠了。嘘，别吭声。船舱仓库为何上锁？仓库存放杂物，防止游客误入，例行上锁。仓库里堆放着宴席剩余的酒水、礼品以及杂物，里头乱七八糟的。我是怕宾客们误入磕碰着，所以特意让人上锁封存了，免得在这大过年的日子里扫了大家的兴致。而且仓库通风不畅，里头的味道特别难闻，实在没有查看的必要。伯父伯母一路奔波劳累，不如先去豪华休息室落座。我备好的融茶点心马上就送过来。来人，沈总。去查仓库。没错，沈家老爷太太，我们句句属实啊。念威那孩子向来娇性得很，最是怕冷怕风。海上这大晚上的环境这么恶劣，他绝对不会留在船上的。他肯定是跟我儿子赌气，刚才半路就独自下车离开了。你们大可现在派人去岸边的搜寻，千万别误会了我们这一家子的一片知诚啊！没有沈怡小姐许可，禁止开门。谁敢拦？完了，如果被爸妈发现沈念威在里面，我这辈子就全毁了。心跳好快，快要窒息了。伯父伯母，您看，我就说这地方乱，里面还有几只刚采购的活体观赏海鲜，水箱还没来得及封好。我主要是怕贸然开门，这些畜生乱蹦出来造成混乱，万一弄脏了甲板，多影响船上的环境和咱们大家过年的兴致啊！我知道二位担心念文小姐，其实我也一直十分挂念她。这样，我立刻派人全员搜查游轮，排查每一间客房、走廊、露台，咱们务必把她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念威，念威，你在哪儿啊？念威！哎呀，那孩子啊，向来任性的紧，动不动就赌气。是啊，脾气古怪的很，谁劝都不听。估计现在正躲在哪儿跟咱们置气呢。刚才还那副嘴脸，现在装什么担心啊？这演技未免也太假。念念出门时穿的就是这条裙子，那是她出门返乡前，我亲手看着她穿上的。这块布料哪里来的？应当是今晚船上的哪位宾客不小心勾破了衣服，随手丢弃的废料吧。毕竟海上风大浪急，布料被风吹到这种角落里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您说呢？是吗？这款刺绣是沈家专属的手工工艺，由沈家匠人专属缝制，从来不外销，更不对外售卖，全程仅此一件。你倒是说说，今晚到底是哪个宾客会穿着我沈家的专属高定裙子来参加你的宴会？沈家专属定制，那这块布绝对是沈家小姐的。看着撕裂的痕迹，
难道是在船上受了什么罪？伯母，您别急，这没准是个误会。许是年为之前登船的时候真的不小心勾破了裙摆，他那性子您也知道，最是嫌弃破损难看，估计是随手撕下丢弃，随后便赌气下船离开了。这恰好说明他早就不在船上了，您真的不必多虑。沈总这脸色不对，这群人撒谎撒得太拙劣了。沈总是什么人？那可是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主，这种小把戏简直可笑。封锁整艘游轮，禁止任何人下船，所有出入口、救生艇、登船滑梯全部派人把守。没有我的命令，哪怕是一只海鸟，也不准从这艘船上离开。关停所有登船通道，任何人不得离船。明白，明白，立刻执行。沈老爷，你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我真的没有藏匿任何人。念薇小姐确实不在船上，你们不能凭主观臆断就这样冤枉我。对啊，你们不能仗着有钱有势就这么欺压我们普通人。我们一家人都在这看着，清清楚楚的。沈念薇要是在船上，这大点的地方怎么可能藏得住？你们这就是故意找茬。这一家人撒谎都不带脸红的，那贾沈小姐腿都软成什么样了？太恶心了，全家串通一气，连个小孩子都教得这么蛮横。念念，这是念念18岁的成人礼，我们亲手定制的那条。死锤了，那家人会死定了！还敢撒谎！家伙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的家伙！假货，这条项链专属定制，无可仿制。项链为何会留在这里？完了，沈家亲手定制的项链，唯一标记，沈念薇怎么可能弄丢这种东西？除非她真的被关在里面。敲开仓库大门。念念，夫人小心！我沈氏捧在手心里的明珠，竟然被这群人渣糟蹋成这副模样！把我女儿放下来！念念，小心！就将我放逐那天际，在逆风之中长出新的身体，在天光下淋着雨，让生命忍一下，很快就好。别怕，念念，爸妈来了，以后
没人再敢欺负你。医护人员立刻救症。下手太狠了，手指都变形了。手指上的疼我还能忍受，可这5年的心寒，却是任何药物都治愈不了的。任凭世俗枷锁长生你我，渺小而脆弱，就算头破血流，也偏要挣脱。就将我放逐那天际，在逆风之中种下淋雨，让生命更加绚丽。撑过远渡的荒芜之地，前所未好玩吗？顶着我的名字，住我的游轮，穿我的赠品，抢我的丈夫，算计我的人生。沈依依，冒充我的滋味，是不是很畅快？我错了，叶薇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饶过我。不是我，是他们逼我的。我是沈家资助的贫困生，出身贫寒，内心自卑。我只是想要体面的生活，是宋城主动勾引我，是他贪图我的身份，不停讨好我，我才一步步陷入泥潭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故意伤害你。这一巴掌，是你冒名顶替我身份，玷污我沈家生命的代价。打得好，这种人就该受教训。第2巴掌，是你调换我的孩子，让我替你辛苦养育亲生女儿4年，蒙蔽我，欺骗我，利用我，沈依依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第3巴掌，是你下令囚禁我，殴打我，指使保安暴力伤人，蓄意谋害我和我的特助。沈依依，这3巴掌你受的一点都不冤。我爸妈资助你读书，给你工作，给你常人难及的机会与体面，你本可以凭借努力安稳度日，偏偏你贪心不足，妄图窃取我的人生。你羡慕我的出身，嫉妒我的身份，憎恶我拥有的一切。可你永远不懂，教养、底线、良知，这些东西是金钱永远也买不到的。沈总，所有证据全部整理完毕，账目、录音、聊天记录一应无缺。沈依依出身贫民窟，受沈家全额资助完成学业。入职沈氏3年，你假借沈家千金的名义，私下承接合作，哄骗合作方，收受巨额贿赂，非法敛财超过1000万。你伪造私人合照，刻意误导宋城，蓄意破坏他人婚姻，私自挪用公司资源，私下购置奢侈品，虚报工作账目。沈依依，你做的每一件事违法，证据确凿。冻结沈依依名下所有资产、银行卡、奢侈品，解除沈氏一切劳务关系。从今天起，她被永久拉入行业黑名单。整理所有违法证据，全部移交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另外，公开他所有的履历与恶行，向沈氏所有合作方澄清事实。沈依依，麻烦配合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求求你们饶了我，我知道错了，别带我走。自作孽
不可活。你亲手种下的恶果，理应由你自己一口一口全部咽下去。离远点，别惹祸上身。宋城，你还记得除夕夜高速上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我记得，聂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我被沈依依骗了，都是她的错，是她勾引我的。聂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我以为你出身普通，没有任何背景，我只是想要拼命往上爬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如果我知道你是沈家千金，聂婷，我们5年夫妻情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身不由己，为了攀附虚假权贵，你私自拿走我的签名，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单方面办理离婚手续。你瞒着我，筹划许久，步步为营，这也叫身不由己。为了讨好沈依依，你亲手掰断我的手指，看着我悬挂海面，这也叫身不由己。为了搭上豪门跳板，你舍弃真心待你的妻子，抛弃底线良知，刻意谄媚讨好骗子，这也叫身不由己。这男人简直是畜生！你瞒着我离婚，让我以前妻的身份傻傻为你付出，为你顾家，为你孝敬公婆。你心安理得接受我所有馈赠，享受我家里暗中提供的资源扶持，一边榨取我的价值，一边谋划抛弃我。宋城，你不是身不由己，你是本性卑劣，野心滔天，自私到极致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时被贪欲蒙蔽双眼，我鬼迷心窍。念念，求你原谅我。念念，我的好儿媳，我们一家人都知道错了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是我们刻薄冷血。宋城只是一时糊涂，男人难免犯错。你们夫妻5年情分，怎么能说断就断？你现在身份尊贵，有权有势，千万不要狠心抛弃他。你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待你，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念念，你给宋城一个机会啊！是啊，念念，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古话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宋城他现在已经彻底醒悟了，以后保证一心一意对你好。你现在身居高位，沈家家大业大，身边也确实需要个贴心人陪伴，复婚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啊。复婚？你们看着我被绑在仓库，满身伤痕，却能冷眼旁观，闭口不提；看着我被人殴打，命悬一线，挂在船舷外，你们拍手叫好，肆意嘲讽。被你们践踏、辱骂、背叛之后，我还要笑着选择原谅，继续为你们这一家吸血鬼书写供养。我明确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念婷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我可以等，我可以改。5年感情，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？念念，你最心软了，对不对？感情，从我被你丢在寒风刺骨的高速路上开始，我看见你为了外人亲手掰断我手指开始，感情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从我亲眼看着我悉心照料的孩子抬脚踹向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。第一，收回沈家5年间无偿赠与宋城的所有资金、产业、人脉、项目资源，名下公司即刻破产，所有资产冻结清算。第二，公开宋城婚内出轨、蓄意骗婚、私自伪造离婚手续、故意伤害他人的全部证据，让他在业内彻底除名，永无就业机会。第三，保留所有伤情鉴定报告，依法追究宋城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。
让他为自己的暴力行为，付出法律代价。完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明白，沈总，我已接管权限，即刻启动所有相关资产的冻结及清算。不要，聂文，求你手下留情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念念，我不能一无所有，我不能坐牢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必须抓住，你能理解我的。直到这时候才知道求饶。当你把我推向死亡的时候，可曾想过给我一次机会？把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让他靠近甲板半步。念文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我是你老公啊！救我！心软要有底线，善良要有锋芒。对于这种狼心狗肺的卑劣恶人，唯有彻底碾碎，方能杜绝后患。这5年，我逢年过节从不缺席，礼物补品从不间断。你们身上穿的、家里用的、日常吃的，大半都是我购置赠送。我尊重你们，孝敬你们，把你们当成亲生父母对待。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，拿着儿媳妇的钱装体面，转头还敢恩将仇报，简直无耻！这种白眼狼就该扔进海里喂鱼。瞧瞧那衣服，穿着沈家的东西辱骂沈家的千金，真是长见识了。别扯了，不用刻意撇清，我送出去的东西，我认得。我敬重长辈，可我从未见过如此冷血刻薄的长辈。我被滞留在高速寒风中，你们没有一句关心。我被人当众扇耳光，肆意辱骂，你们冷眼旁观，落井下石。我被绑在仓库受尽折磨，你们刻意撒谎，刻意隐瞒，巴不得我永远消失。你们享受着我的馈赠，却从心底里鄙夷我、嫌弃我、践踏我。我们只是被沈依依蒙蔽了双眼，我们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我们也是受人挑唆。不知道？你们明知宋城瞒着我办理离婚手续，却刻意隐瞒私自保管离婚证，眼睁睁着我被蒙在鼓里，这也叫不知道。第一，收回5年来我赠与宋家的所有财物，包括衣物、首饰、房子、补品，一件不留，全部清查追回。第二，切断2人所有社交人脉、经济来源，永久限制在偏远小城，不得离开管控范围，自给自足，劳作谋生。第三，录入失信名单，公开2人恶劣行径，让他们在熟悉的圈层里彻底抬不起头。不行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受不了偏远小城的苦，我们不能没有钱，不能被人指指点点。念念，求你手下留情，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当初你们狠心对我，肆意践踏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手下留情？所有苦难皆是你们自作自受，与人无关。沈念薇，你这个狠心的女人，救命啊！我亲手喂养了4年的孩子，那些无数个为了照顾他而熬红眼的深夜，那些悉心呵护、倾尽所有的陪伴。悠悠，我给你最好的衣食，最好的教育。这孩子被宠坏了，连亲妈都敢踹。溺爱和纵容是毒药。沈依依、宋城，你们把他教得自私蛮横，教得他只会崇拜权贵，蔑视良知。悠悠，你可知错？我不会惩罚一个孩子，但我绝不能看着他继续在这里烂掉。
联系国外顶尖贵族寄宿学校，最快速度办理入学手续。明白，沈小姐。送往封闭式海外寄宿院校，配备专业心理导师、行为导师，矫正他扭曲的三观，教他明辨是非，懂得感恩，敬畏生命。没有我的亲笔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不得通话，不得办理归国手续，隔绝宋家所有人脉，禁止任何人接触他。念念，真的要送他出国吗？他终究还是个孩子。我不是惩罚他，是救赎他。留在宋家，他只会在恶意与贪婪里彻底黑化。宋家人的自私，沈依依的卑劣，那是足以毁掉他一生的剧毒。远离这片污浊的环境，接受正规严苛的教养，是他唯一改过自新、重回正轨的机会。能不能活成正常人，全看他自己造化。都是你，沈依依，是你故意骗我的！你这个贱货，你冒充沈家千金，刻意设局勾引我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落得现在身败名裂、一无所有的下场？骗你，宋城，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嘴脸，是我逼你的吗？是你自己贪慕虚荣，是你自己趋炎附势，是你亲手毁了你自己的人生，你现在凭什么怪到我头上？有人落水，要不要立刻施救？儿子，我的儿啊！寒冬腊月，海水刺骨，这片海域即将成为他们贪婪恶毒的最终归宿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4人落水，水温极低，快速打捞。昨夜的硝烟与绝望，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。全部打捞上岸，命是保住了，但全都落下了惨痛的病根。那个男子脊椎受损严重，恐怕以后站不起来了。这个女的面部大面积溃烂，得留一辈子吧。法律与病痛，便是这群恶人最公正的报应，余生皆是刑期。总算收拾干净了，昨晚简直像做梦一样。这一刻，我也像这艘船一样，终于挣脱了泥沼，重获新生。沈小姐，抱歉，昨晚没能第一时间护住您。他需长期静养，我们会送他去私立疗养中心专人看护，全权安排。都处理干净了，我们现在去接诺诺。诺诺，我的亲生骨肉。沈小姐，车辆备好，福利院一切安排妥当。诺诺性格内敛敏感，平日安静乖巧，喜欢堆积木、画画，我们一直格外照看。诺诺就在前面，我好怕。他平日里会想念亲人吗？这孩子内向的让人心疼，
夜里常会一个人静静望着窗外，也不说话，就那么安静的发呆，从来不吵闹，也不跟人撒娇。诺诺，这些年你到底受了多少苦？诺诺，妈妈，这一声妈妈，让我明白，血脉的羁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。捐赠款项是否匿名破付？匿名。沈总，专款已到账，将用于院障孩童衣食、医疗、教育。看着这堵白墙，过往5年的那些晦暗、委屈和背叛，在这一刻彻底斩断了。这咳嗽怕是好不了了。哎，房租都欠了3天了，没钱赶紧滚蛋，别在这装死！曾经富足安逸的生活彻底消散，如今只剩下这无尽的后恨与贫苦。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他被困在无尽的悔恨之中，永世不得解脱。瞧那张脸，这就是那个做梦都想当沈家大小姐的假货，背了一屁股债还要坐牢，真是虚荣的可笑。念念，看，这是我和你爸给诺诺准备的。历尽千帆，这里依然是唯一的避风港。张口的痛感还在，过往的伤疤刻骨铭心，但从今天起，我彻底挣脱了那些泥泞，我告别了那个卑微怯懦的自己。如今我是沈家堂堂正正的千金，更是诺诺最坚实、最温暖的依靠。落日归远山，海风归海岸。我携掌心挚爱，斩断过往晦暗。往后余生，清风和煦，岁岁平安。母女相伴，向阳而生。